进阶版今晚吃什么 APP 的程式调整。先前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界面里面加了一个计时器，动态计时器。那接下来呢，我们怎么来看？透过动态计时器的程式控制，来让我们的照片，就是店家的照片，会在选店家的时候，它会一直切换。那在这里我们需要增加2个新的变数。第一个变数，照片的切换总次数，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火鸡肉饭店家的时候，那我们希望让它照片动态切换的次数，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来看，我们就设了一个照片切换总次数为15次，意思就是说每一次的选择，照片会切换15次之后才会进行最后的一个选择。那为了计数目前是第几次的一个切换，所以呢，我们需要设计另外一个变数，叫做目前照片目前切换的次数。那这个是计时器作用的时候的第几次，意思就是说，计时器每一次计时的事件触发的时候，我们会重新选一张照片以及店家的资讯来做显示。所以呢，每一次那我们就要加1，需要一个变数。那这个变数就刚刚所讲的，用照片目前切换的次数来记录。所以呢，在宣告这个变数的时候，我们给它初始化的值为0。那计时器的计时被启动的时候，每次就会加1。那加到什么呢？加到我们的切换总次数达到这个值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计时器停止，做最后的一个店家的选择。那这样在选择过程中就不会只有按下去，那就马上选店家，而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店家一直跳，一直轮播，一直像轮盘的一样在轮播之后，才会做最后的一个决定，选到的店家是哪一家。所以呢，我们需要进行程式的调整。第一个，我们要把选店家的按钮里面原本在做显示资讯的部分整个抽离。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一个就是照片目前切换次数设为0，因为每一次按这个选店家的按钮，就是重新做一次的选择。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照片目前切换的次数这个变数的值设为0。那按下去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启动所谓的动态计时器，来让它做什么呢？来让它一直切换的照片。所以呢，我们这里要把动态计时器的启用计时设为真。那启用计时设为真，它就开始来进行它的一个计时的工作。所以它可能每隔150毫秒就会重新做一次的照片的切换以及店家资讯的显示。所以呢，当动态计时器的计时被触发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前面有看到的启用计时为真的时候，那这个动态计时器的计时这个事件，它就会被触发。那我们需要新增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怎么来新增所以呢，我们去动态计时器去找这样的一个计时的一个程式区块。那执行里面就把我们原先在做店家选择店家的索引编号，以及店家的图像，以及店家的名称标签，还有店家资讯的标签这一段的程式码，直接放在这个区块内。那这个区块内它就会一直的切换我们的店家资讯。那每隔150毫秒就会做一次，因为它是一个执行一段区间之后，就会进行这一段的执行它的程式内容。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判断，把这一段的显示让它有一个终止，否则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知道说我们的选的店家是哪一家。所以在动态计时器的计时作为这个程式区块里面我们要加这样的处理。因为我们刚讲过嘛，动态计时器的计时就是在显示店家的资讯，所以呢，随机选了一个店家资讯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照片目前切换次数加1。那加1的意思就是已经做了一次的切换。那加1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比较，如果照片目前的切换次数大于照片的切换总次数，那我们的照片切换总次数前面看到是设为15，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照片会轮播15次，然后呢，每一次都是随机选一个店家的照片来播，以及照片的店家资讯。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照片目前的切换次数已经超过15次了，那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写大于等于呢？因为只要超过15次就好，你也可以写大于等于那我的习惯是写大于，因为我只要让它有一个动态的效果就好了。那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动态计时器的启用计时设为甲。那动态计时器启用计时设为甲的目的就是让动态计时器停止计时，这样子它就不会一直在轮播我们的照片以及动态的显示我们的这些店家资讯。那最后选出来的就是我们刚刚之前所看到的
那个店家索引编号，就是我们所选出来的做一个店家。那最后呈现的是我们选到的一个店家的资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来调整这一部分的程式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我们原来的程式的部分。那我把它放成全萤幕，这样比较看到我们的程式区块比较多一点。那我们这里需要增加2个变数，第一个是照片切换总次数。那我们这里设为15次，如果你要更多一点的话，那你可以设多一点齁。那我们的数字就到我们的数学里面去做一个选取。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照片切换的次数照片目前的切换次数。那这个是计数说我们的这个动态计时器已经被启用了几次被计时了几次。好，那我们一样习惯的是用 Ctrl+C、Ctrl+V 来做一个复制，再来改它的档名。它的变数名称。那我们把我们的初始化这个照片目前切换次数好，那我们已经把名称改好了我们这个变数叫做照片目前的切换次数。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程式的调整那首先我们把那个店家的资讯显示先把它整个移出来。那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店家选店家按钮被点选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计时器嘛。所以呢，首先我们先做一件事，把我们的照片目前切换次数设为0，因为它可能会是新的一次重新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们把照片目前切换次数设为0。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启用我们的动态计时器。那怎么启用呢？我们的动态计时器可以在我们的 Screen 1里面找到这个动态计时器的组件，然后呢，它有一个设动态计时器的启用计时，这就是改变我们动态计时器的启用计时这个属性。所以呢，把它整个拉下来。那请记得哦，它是一个状态，状态就是一个布林的一个值或者是一个判断，所以呢，我们会在这里逻辑里面有一个真，把它接起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动态计时器的启用计时启动了，那我们的动态计时器的计时事件就会开始持续的计时。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的 Screen 1里面的这个动态计时器的组件找它的动态计时。那这个动态计时啊，基本上是每隔150毫秒，那我们可以看这里，这里有一个动态计时器，每隔150计时间隔就是每隔150毫秒的时间，它就会去触动我们这个计时的一个事件。所以呢，我们把相对应的程式码放在这里面。那么希望每隔150毫秒就做一次新的店家选择。那因为当然不是最后的嘛，所以我们就把原来的程式码放进来。那放进来之后啊，这一行就是之前所选的店家索引编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用随机来选这个部分。那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判断，就是怎么让我们的动态计时器停止。那动态计时器的停止条件就是我们的这个照片目前切换次数大于照片切换总次数，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判断。所以呢，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加一个控制，如果则，因为我们只做一个判断而已如果它的大于50那首先要来改变我们的这个照片目前切换次数的一个次数那每一次执行一个计时，我们就给它加1，给它加1，所以这里要数学这个0要把它改为1。好，那前面这里照片目前切换次数加1嘛，所以我们一样是取得我们哪一个变数呢？我们的照片目前切换次数。好，那接完之后啊，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哦。那判断的话，还记得吗？我们讲我们的等于有好几个地方有等于，文字也有比较，数学有比较，逻辑有比较。但是我们这是一个数学的数值的部分，所以我们就选择数学里面的比较。那这是一个比较的一个形式。那我们要比较的是什么？我们目前我们去
变量里面去取得什么呢？取得我们的照片目前的切换次数要大于，我们用 Ctrl+C、Ctrl+V， 那取得照片目前的总次数。那如果它是一个超过它的，就是它轮播次数已经超过它的总次数，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我们就要去停止我们的计时器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动态计时器这里去找设动态计时器的启用计时为什么？为甲。那为甲的意思就是停止我们的计时。那一样在我们的逻辑里面为甲。好，那这样子的话，我把它稍微缩小一下哈。所以呢，我们的程式码就变成这个样子。选店家的程式码就好，这一段的程式码就是显示店家的资讯，就放在动态计时器内。那每隔150毫秒就会重新做一次的选择。但是呢，它会重新动态的选择几次呢？就是播放几次，就是依照这个照片切换总次数来做限制。所以呢，如果它一直执行了15次以上，那我们的计时器的启用计时就被设为甲，它就停止了。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执行结果。所以呢，当我们按下这个吃火鸡肉饭的按钮，你可以发现它的照片在做移动。那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选择，我们这一次选择是琉璃掌火鸡肉饭，那我们可以再试一次，它会切换15次哈。那我们做一个保险，就是大于15次以上再来做停止。那当然啦，你也可以去改变这里的时间，让它时间间隔大一点，那它的播放它的切换就会稍微慢一点。那我的经验跟我讲，不要设小于100毫秒，100毫秒，因为我们的电脑需要，我们的程式需要直线的处理嘛，所以呢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执行上的一些状况。那建议值就是100到200毫秒之间，可以来做一个选择。那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进阶版的今晚吃什么 APP 加入了计时器，让我们的这些资讯可以做一个动态的变化。那这样子可以增加我们这个 App 使用上的一个乐趣。